先到了陈雪的舅舅家里，昨天已经联系过，到的时候包括收购商已经在等了。都是老顾客了，看看品质咱速战速决。刘乃勋笑着说道。收购商姓杨，林浩第一次来，其中一半的燕窝就是对方收走的，这回将燕窝倒出仔细看了看，品质和往年一样，没啥问题。阿浩，我知道你们这是找到窝子采的，其实1年可以采2茬的。林浩笑笑岔开话题，杨叔，还得麻烦您一下，有话直说。我想留个几斤，但我不会处理，让别人帮我处理我又不放心，您看能不能帮帮忙？您放心，多少手工费您开个口就行。多大点事？你找我老杨是对我的信任，不过这清理确实挺麻烦，10抽1你看行不？林浩一点犹豫都没有。那就留10斤湿的吧，您帮我烘好给我。所谓的10抽1，就是处理的价格不提了，处理10斤燕窝收1斤的手续费，这个价格难说高低，主要是双方是长期合作，想来老杨不会动手脚。去除留下来的，剩下的过秤总共43斤7两，价格相较前年有所上升，1克40块的样子。这些总共卖了80多万，付了钱，老杨本想做东，但林浩借口中午有事，老杨便不再留。他一走，林浩又看向刘乃勋，舅舅，等杨总弄好之后，你留点让舅母没事炖着吃，反正阿雪也用不了这么多。这个到时再说，中午真有事。舅舅，今天约了朋友，下午还得回去，中午就不在这吃了。听林浩这么说，刘乃勋有点遗憾，他还是蛮喜欢这小子的，反正几次见面，对其的印象一直很不错。真有事我就不留你了，等老杨把弄好的燕窝拿过来，到时我让你弟给你送过去，你就不用跑了。谢谢舅舅。刘乃勋又想起一事，阿浩，听我姐说，龙虎山的老神仙能治好我家的遗传病是吧？不等林浩回复，他又指着心脏道，我这偶尔也不得劲，去医院体检又说没啥毛病。舅舅，你要是感觉很不舒服，要不就近期抽时间过去，我会给我师傅打电话说一声的。要是没多大的事，明年年初跟着阿雪爹娘一起去也行。那我就等年初吧。又聊了一会，眼瞅着时间差不多了，林浩这才提出告辞，跟陈雪两人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了船厂，在船厂里吃的午饭，也得到了一个相对确切的时间点，明年5、6月份，没意外的话，大船可以交付。2点多，他就在小区门口等着，没一会就看到了一辆车开了过来。你这车还挺吸睛的，我们小区保安隔着老远就喊好车了。见林浩下车，刘忠伦伸手相握，随即打趣着：“刘哥，打扰了。这么见外干什么？走吧，你嫂子在家忙晚餐呢，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刘忠伦又和下车的陈雪打了声招呼，对着保安喊了一声：“老顾，车停这，你帮忙代看着一点。走吧，这是老小区，里面更不好停车。”我可没客气，没看我都空着手吗？今天他是来求刘忠伦办事的，如果带着手办，那就算是利益交换了，并不是很好。空着手则表示今天来看的是情谊，而不是利益。刘忠伦更高兴，没带就对了。早先送来的人参，你嫂子还说太贵重，要你今天走时带回去呢。你要这么说，我可现在就走了。行了，快点回家。说笑着进了家。刘忠伦老婆见到陈雪也颇为高兴，拉着就聊个没完。嫂子，我帮你。行，我俩一起摘菜，我们聊我们的。刘忠伦家里也有一个功夫茶几，两人坐到边上，刘忠伦开始泡茶。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先说正事。林浩笑了笑，刘哥，我在加拿大缺了快递淘金。听他这么一句，刘忠伦瞪大眼，老弟，你这不得了啊，生意都玩到加拿大了。小打小闹。刘哥，你是海关的，那边的黄金我打算运回国内，就问问这其中有啥难度吗？阿浩，为什么不在当地处理掉，现金转回国内要方便很多啊？刘哥，我对黄金的价值很看好，就想着囤一批，但你也知道，把黄金囤在国外，谁知道两国关系未来是啥走向？我毕竟不是那边的人，到时万一有个风吹草动，可就难办了。所以就想着把黄金运回国内储存。刘忠伦犹豫了一番，还是摇头。阿浩，你恐怕不了解关税。个人进关黄金的话，若是少量的首饰类，一般是5%的关税；但要是达到50克以上的纯黄金，那可是20%的关税。当然也有专供贸易使用的金砖金条免税，但你这要办这样的手续，可能会比较麻烦。林浩瞪大眼，他想到需要关税，但没想到关税居然这么夸张，2成啊！所以我觉得你要是看好黄金，还是在国外把黄金卖掉，然后到国内再买，这样损失会小很多。林浩挠了挠头，但这么操作，自己埋在地下的那些怎么见光呢？心思电转之下，他还是点头道：“我认可20%的关税，就当给国家做贡献了。”这一刻他真是这么想的，反正自己从海底捞的，交2成的税也没什么。刘忠伦愕然，随即一竖拇指：“你这格局没得说，怪不得有气魄，一口气捐1个多亿呢。先声明，我可不会帮你瞒报重量。”刘哥，我这人做事就图个心安，我不仅不要你瞒报重量，还希望你多报一些。那也没必要。我说真的，如果我运100公斤的黄金，100公斤的铜，能按200公斤的黄金报关吗？
你这是为……刘哥，这就是兄弟让你帮的忙，你就说能不能办吧。刘忠伦瞪大眼，他想过无数种可能，但也没想明白是这么一个忙。这种操作虽说违规，但并没有损害国家的利益，倒也不是不能帮，但他就是不理解，因为啥呀？我要问你原因，你肯定不会说吧？林浩笑了笑，说实话，这么大一批黄金，我在美国那里收现很多，如果贸然运回国内，肯定行不通。所以我想着把黄金掺在桶内，但这样在国内过关肯定过不了，索性我就和你托底了。我主要就是为了运黄金。刘忠伦突然有点感动，阿浩为了运点黄金回国，那可是煞费苦心啊，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那美国那边的关口，那是资本主义国家，只要愿意花钱，就没啥办不到的。行，这个忙我帮了。林浩心中暗松一口气，有点愧疚骗了刘忠伦，但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国内地下的黄金要洗白，只能采用这样的办法。当然，这个办法他也付出了相对应的税额，那可不是一笔小数字。你们聊好了没？能吃饭喽？今晚不准走，我俩好好喝一杯。事情谈好，林浩也放松下来。行啊，那我可就舍命陪君子了。不用你舍命，舍得喂就行。两人哈哈大笑。桌上的菜还算蛮丰盛的，其中一半是熟食。刘忠伦老婆笑着道：知道你是海鲜大王，平时那些吃的不少，我可就没怎么买海鲜，可不是嫂子小气。嫂子，您这话说的我都不知该怎么接了，越家常我越喜欢，说明你没把我俩当外人。林浩说着就不客气地夹了一块鸭肉，尝了一口，一竖大拇指。这江鸭烧的太好了，嫂子，你这水平可比我饭店里的大厨还要高呢。这话我爱听，你可以多说几句。刘忠伦哈哈大笑，一个敢夸，一个敢领，还真都是不客气的。快点，趁热多吃点。又拿过酒瓶，开始给林浩倒酒。弟妹也喝点。我们喝红的，不用你俩操心。当晚，刘忠伦就在附近给两人开的酒店，毕竟他的房子是单位分的，有点小，怕两人在家里住不习惯。在酒店1楼的休闲吧，两人又聊了近2个小时。大概什么时候能回来？林浩明白他问的是黄金，心中计算了一番，10月份差不多。对了，刘哥，一次回来多少比较合适？刘忠伦掏出香烟，见林浩摆手，自己便点了一支。阿浩，这么大一笔黄金回来，还会有其他部门会注意的。银行那边我来打招呼吧。你有多少？我那边产量还不错，1个月怎么说也有200公斤，5个月时间能凑齐1吨吧。太多了，别一次性运输，分3次吧。林浩点点头，他所报的数量已经翻了1倍，分3次，他就可以掺杂半数的铜。看来还得分2年才能将地下的黄金洗白。这么多黄金回来，你就一直储存着？对呀，我没打算做黄金生意，等到合适的机会，我直接出手就行了。大额储备还是需要报备的，你注意，千万别不小心踩了线。谢谢刘哥，我明白的。刘忠伦摆摆手，不说这些了，你这捐了1个多亿，就没几张开幕式的票。林浩咧嘴一笑，行啊，等我过段时间去京城找人要，到时给你留3张。哈哈，够兄弟。又聊了一会，刘忠伦才走，还提醒他明天一早自己过来，一起吃过早餐再离开。回到家，刘忠伦老婆便问及林浩这次来的目的，刘忠伦也不隐瞒，将事情原原本本的给说了。我有点想不通，我相信阿浩有大爱之心，但如果只是想捐点税，可以走正规渠道啊，完全不必这样做，让我也担上一定的责任，这并非他处事的原则才对。他老婆倒是一直默不作声，听着自己男人半天分析不出原因来。按你说的，阿浩这次的请求，其实不仅有点让你难做，其实他本心也不希望你这么做，对不对？刘忠伦点头，我可以感受到他在开口之前的为难。那个商量室呢？今天太累了，一点用都没有。想什么呢？我突然想到一种可能。什么？我听说大海里有不少的宝藏，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性，阿浩碰到了宝藏，然后里面有不少的黄金，需要洗白上岸。刘忠伦面上表情一变再变，好一会才轻嗤一声，哪有那么多的黄金？近海国家的探测队每年都会筛几遍，你就会瞎想。行了，睡觉。我说的也是一种可能，对不对？睡觉睡觉。黑暗中，刘忠伦的眼睛则一直睁着，或许自己老婆无意的一句话才是真相呢。而另一边，陈雪听完林浩的安排，也提出了疑问。阿浩，你这说的太直白了，刘哥或许会猜疑什么？没办法，这是要他帮忙，就不可能再遮遮掩掩，因为多少也让他担了责任。至于他猜到了什么，也不必担心，我有后手的安排。傍晚回到家，没一会图群来了。阿浩，厦门老师那边已经把图纸发给我了，要是确定的话，我这2天就考虑动工了。那图纸我看了，你的预算也没问题，明天我会让人先打3成的款给你，以后钱不够用，你跟我说一声就行。图群心中一宽，这活还没干呢，就拿了3成的款项，这样的工程他还从来没接过呢。家里人就是好，工程质量你放心。
哪怕不赚钱，我也会用好的材料。群哥，这点我是相信你的。对了，最近你看到林海了没？之前一直没时间，林浩可没忘记，有点小账他还得和对方算一算呢。这小子最近有点神神秘秘的，我就半个月前在 KTV 见过一回，除了他，还有林从军。对了，他们围在一个穿的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旁边，挺巴结的。那中年人我没见过，要我把人挖出来不？林浩摆摆手，我就随口一问，你忙你的就行。等到图群离开后，林浩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林哥，上次说吃饭，我这边一直忙得没时间，你看看啥时候有时间，我做东香味。行，那就定那里，明天晚上。好的。挂了电话，林浩笑了笑，不管对方想玩什么，他都打算破坏一下。原因很简单，林从军有可能是在帮五条做事。他迈着步来到了老罗家里。阿浩，不是说你去夏市看船了吗？大船一切顺利，估计明年5、6月份就能交付。罗叔，第一趟出海，到时你可得陪着一起，没有你和我爹这样的老手坐镇，我还真不是很放心。老罗笑得很开心。行啊，我正想看看70多米的船是啥样子的，晚上家里吃饭，我让你婶子杀只鸭子。不用了，罗叔，家里的船要用吗？咋？你要用？老罗二话不说就拿出了船摇把。我让阿斯陪你一起。不用，我叫上阿和就行。拿上船摇把，林浩叫上了阿和，又带了一根钢钎，两人便出了海。哥，出海钓鱼。看了眼钢钎，这怎么看也不像钓鱼的呀。不是，跟我出海你就知道了。记着，等一下我做的事，你不准告诉任何人，连你阿奶都不能说。哥，你就放心吧。开着船出海，到了割燕窝的地方。哥，不是说1年只割一次吗？别啰嗦，你在船上等我。原本在里面的黄金已经被老爹和陈父早就运走了，不过还有几箱子，里面是一些玉石还有沉香之类的。用防水袋把这些东西装起来，他把空箱子全部腾出，他一个个将空箱子给运上了船，再将撬开的砖块再度封死。如果不带头灯进来细看，是不会有人发现的。林浩把空箱子拿出来时，阿和心惊不已。哥，这玩意咋还不丢了？走，现在去丢。你来开船往淡水岛的鱼排去。丢那太危险了，要不我们还是丢远点吧。听我的就行，快点弄，弄完我们回家。阿和没办法，只得开船。两人到了鱼排后，这次林浩没有上鱼排，而是在紧邻鱼排的东南角，将这几个箱子给抛进了水里。回程的途中，阿和实在是忍不住再度问道：哥，你到底想干啥？记着啊，谁也别说，我想钓个鱼。林浩平静地回道：这个做法也就之前脑子灵光一闪有的，这回他要将其复盘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漏洞。因为是傍晚出来的，所以两人的船回到村码头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刚到家，陈雪又埋怨了起来：你这突然出去也不说一声，电话又打不通，我找了半天，到阿奶那才知道你跟阿和出海了。临时有点事，忘了说。林浩笑着解释，见陈雪还想再说，他赶忙说饿了。陈雪这才没好气的去厨房，将还在锅里热的饭菜给端过来。明天我还要去趟市里，晚上在香味请客，你要不一起？明天一早我也要去饭店帮忙。两人又聊了几句，等到林浩吃完饭，陈雪让他去洗澡，自己则将碗盘之类的收一下。太晚了，吴婶也早睡了。次日一早，林浩先开车到了镇上，陈雪上楼找他娘去了，林浩则在楼下跟陈东小声的聊着。确定他们还在追查黄金的下落？不一定是追查黄金，也有可能是为了找失踪的人，毕竟我们去时那船上几个人已经不见了。陈东其实也蛮好奇船上的人去哪了，不过茫茫大海能威胁到人类的东西太多了，也不好猜。你是什么意思？我在海上留了一点尾巴，先让他们动起来再说。东哥，我是这么想的。听完他的整个计划，陈东并没第一时间发表意见，沉默良久才道：这是要不要告诉阿珂一声？不用，东哥，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放心吧，阿珂就算知道也不会有啥想法的。陈东还待再说，刚好此时有人进来买鱼，两人便停止了话题。林浩对着楼上喊了声陈雪，等他下来后，两人便告辞出发往市里。到了市里，先将陈雪送到了饭店，他则去了叶总的鞋厂。不仅陈刘两位也在，就连乾坤也赶了过来。阿浩，情况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叶总将近期发生的事给说了。这段时间有人一直在和他们谈收购他们手中水上游乐园以及游艇项目的股份。对方溢价多少？我感觉他们主要是为了水上游乐园，溢价快近80%了。陈总回了一句。林浩的目光扫过他们。那你们的意思呢？老叶大笑着摆了摆手。别以为我们就会见钱眼开，长线利益和一锤子买卖，咱还是能分得清的。况且当时我们愿意投资，是因为你说了一句肯定有利可图，难道现在我们不信你，去信别人？阿浩，放心吧，我们肯定和你一条心的。乾坤也保证道。林浩摇头。几位老哥，咱做生意不能意气用事，我觉得吧。阿浩，你就别扯淡了，
你把心放肚子里，背后捅你刀子的事，我们干不出来。刘总觉得今天的林浩有点啰嗦，索性打断他的话，表态道。林浩笑了笑，行，那咱就不提利益，只说情义。几位老哥放心，我说咱赚钱的买卖在后边，就一定在后边。几人哪怕反水，其实对林浩的影响也不会很大，但几人此刻的态度还是让他心中暖暖的。这种情况，他不介意带着他们走得更远一点。我打算成立一个投资公司，未来主投方向就是新能源、高科技和物流3块。几位老哥，咱再合作一把怎么样？哈哈，终于允许我们上桌了是吧？阿浩，你具体说说。老叶颇为兴奋，林浩起家他们看在眼里，但对于他资产的快速膨胀，几人又一直很迷惑，怎么就在短短2年时间，从之前一个需要照顾的小老弟，到现在资产把他们甩在身后的富豪呢？几人也时常的会研究一番，最终得出结论，林浩肯定不是靠稳扎稳打的实业，因为实业积累达不到这么快，那不靠实业靠什么？必然就是眼光了。阿浩，你就说怎么干，放心，砸锅卖铁我都投。陈总同样有些激动，出于商人的本能，让他意识到，或许这个投资公司就是快车道。投资公司我一直有想法，但说实话，之前打算自己玩玩就行。既然几位老哥这么看得起我，那不妨就一起玩。先说好，资本需求量很大，我也不会给你们所谓的保底收益，愿意的就投，不愿意也不影响咱之间的关系。乾坤很郁闷，阿浩，我这小家小业的，你就不能玩点小的吗？小的来钱也小啊，咱现在这个阶段要玩就玩大的。林浩嘿嘿一笑。之前于父提议让他和于伐科单独成立一个投资公司，但他一直拿不定主意。现在不妨拉上这几人，还有自己大舅哥一起，钱是赚不完的，但朋友是一辈子的。至少这一刻，这些人还是很靠谱的。说实话，林浩走到今天这一步，他们或多或少都给了一定的帮忙。那么现在也该是自己反馈大家的时候了。老叶轻拍一下桌子，对，要玩就玩大的。阿浩，这说法我喜欢。老叶你闭嘴，阿浩来点干货。老刘迫不及待的道。我想的是，注册资金暂定10亿，由我暂时担任总裁。于伐科大家也都熟悉，我会引入他的资本。再就是我大舅哥陈东，还有在座的几位老哥。原则上，各位能占2成的股份，具体怎么划分，你们自己商量着来。先声明，这是我一言堂的公司，所有的决策我有拍板的权利。当然，作为对大家负责，2年之内大家有不计盈亏撤资的权利，所有股权只可以内部转让，或由我回收，不得转卖他人。林浩打算来一把最后的疯狂，毕竟一个人的钱是赚不完的，那就多拉上几个人。听到初始资金就10个亿，几人皆是倒吸一口凉气。要说有钱，这里面老叶的生意做得最大，但要以亿来计算的话，现在他还真就拿不出来。阿浩，这是我们同意，但具体的股份得商量核算一下。不急，公司今年年底前成立，大家有充足的时间考虑。按说这样的投资公司越早成立越好，但林浩还是把时间放在了年底。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他也没钱，不能再找阿珂借了。借的次数和金额太多，他都不好意思开口。中午就在老叶鞋厂里吃的饭，乾坤的心情一直很低落，无他，感觉自己或许从这一刻就彻底掉队了。钱总，你认领1%吧，多了也没必要。林浩提议，老钱苦笑，一个点就是1000万啊，等于要把我现在所有的家业给卖了，估计勉强能凑得出。这还是跟着你们这2年攒了一点，不然1半我都拿不出。说到底，他原本也只是卖了艘吊艇，通过自己的好人脉，带着人一起出去钓鱼的。根本也没多少钱，现在跟着大家一起，先是认购了村游艇项目1/5的份子，再就是2艘远洋的钓轮和村地产项目的一点小股份，也算是小有资本了。但真正的现金并没多少。林浩将他的肩头一搂，我借你1000万，但先说完，得按银行的利息来走。2年后你反悔撤资，不仅要还我1000万，还得还我利息。他故意把条件说得苛刻一点，但就是没说这1000万务必在多久之内还自己。要说帮助，乾坤对林浩的帮助真的不小，包括认识老叶他们。都是乾坤做桥的。这个行了，老钱，你就拿这一个点，咱还是一起玩吧。老钱是不是有压力了？这样1000万阿浩借，到时你真不想玩了，这2年的利息我帮你付了。老刘拍了拍胸脯保证，三人其实抱着和林浩一样的心思，没有老钱，他们也不可能认识林浩，当然也不可能会有现在如此多的好项目。饭后又闲聊了一会，林浩这才回饭店。其实来这里，他主要是为了打探收购的事宜。这个消息最早是于伐科告诉他的。因为美国渔业公司的原因，于伐科一直和日本的部落会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一次，日本那边突然提出要收购他手中游乐园股份的事，于伐科觉得蹊跷，然后就告诉了林浩。再结合这次林从军回来，又有人联系老叶几人，看来对方这是多方出击，势在必得呀。这就奇怪了，为什么他们一定要那个游乐园呢？要说花费这么大的精力来收购，还不如找个合适的岛，自己投资一个。想来不管是哪个市区域，得到这样的投资，那都是举双手欢迎的。只能说他们认为淡水岛更有价值，价值在哪已经不言而喻了。来到财务室，看了眼在算账的老婆，你要没事也到楼上休息一会。陈雪看他坐在那微闭着眼，
以为他困了呢。楼上隔了好几个休息室，专门用于几个高管休息的。林浩也留了一间，只是他一次没用过。我不困，养神呢。陈雪笑了笑，走到他座椅后边，双手按在了他的头上，轻轻地按着。钱是赚不完的，咱现在这样就挺好了。不行啊，有时候的发展也是逼不得已的，就像现在的饭店，我说不开了，估计于姐都不会答应。然后于姐离职，我们得自己管理，到时会更累。陈雪总感觉他这个说法有问题，但一时之间又找不到反驳的话，正想着和他聊聊吴婶家里的事，结果片刻就听到了他的呼吸声变得悠长而均匀，手上的力道减轻了3分，嘴中嘀咕了一句，还说自己不困。林浩发誓他真的不怎么困，而且也没睡午觉的习惯，但他就是不能按头，一按就想睡觉。不过他也没睡多一会，醒来之后，他索性不耽误陈雪做事，出来到前厅后桌的地方，欣赏起小姐姐的茶艺来。差不多5点多，林从军来了，与他一起的除了同村的林有发，还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年龄应该和林浩差不多，人长得很秀气。这是我一个晚辈，带来见见世面，顺便给我们倒酒。林从军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没有介绍年轻人的姓名。林浩含笑和3人相继握了一下手，又做了个请的手势。怎么说，我今天也算是主人，那就客随主便，听我安排吧。哈哈，阿浩，你上了从军的当，他选这里就是看中了这一点。林有发笑得有些夸张，他和林从军是本家兄弟，好像跟前村主任林中和一家更近一点。和林从军一样，一直在外边做生意，即便林浩退学至今在村里已经待过4年多，但对两人还是知之甚少，也没见过2回面。进了包厢，林从军四周打量了一眼。阿浩，你这生意做得没话说，前几天我带朋友打算来吃饭，结果订了3天的包厢愣是没排上。也不是我的本事，主要还是合伙的是能人。林浩笑着坐到泡茶的地方，时间还早，肯定得先聊一会再吃饭的。军哥，你和发哥这段时间一直在家里？也不算，和你一样，出去了1个来月吧，也刚回来，这1年多没回来，村里可是大变样啊。林浩笑着将茶推了过去，他还注意到一个细节，他推茶给那个小年轻时，对方明显有要起身的动作，结果生生忍住了，他没怎么在意，接着道，尝尝能不能喝得惯，这是白茶，不行再换铁观音或者红茶。到此试探或者说闲叙的时间也结束，接下来该步入正题。阿浩，听说你去年参加了钓鱼比赛？林浩很显然的愣了愣，随即有点猛地点了点头。参加了。听说你在船捕时拿的名次很好，钓鱼比赛前半场也很不错，最后怎么弃权了呢？军哥，你咋这么清楚？我记得去年你没回来参加呀。林浩颇为不解地问了一句。林从军一时语塞，旁边的林有发赶忙打了个哈哈道，我也听说了，听谁说着来，看我这记性还真给忘了，不过倒真是好奇，当时听说奖金很高，你咋就放弃了呢？哦，也没什么，就是突然感觉没意思，你们也知道的，我也不差那点钱，几百万而已。突然的一句装逼差点让2人吐血，但2人却是早已知道真相，见林浩越是不好好回复，在2人看来他就越有鬼。林从军和林有发对视一眼，又极快地和旁边坐着的年轻人交换了一下眼神。阿浩，听说你们那次比赛还有1艘船失踪了。林浩故作镇定，有吗？我还真没听说过，这么大事怎么新闻也没报呢？他矢口否认，这话有点假，因为当时虽说没报道，但动静还是闹得蛮大，又是打捞又是直升机搜寻的，他是海边不可能没听说，但这一刻他表现得好像真不知道一样。哈哈，我们也是道听途说。林有发再度打了个哈哈。林浩暗松了一口气，扭头对旁边的年轻人笑了笑，因为那个年轻人的余光一直在注视他的一举一动。来来来，喝茶。他又用分茶器给3人的杯子给倒满。阿浩，我和你发哥打算回来发展，村子现在大有可为，我对游乐园很感兴趣。说实话，之前你不在家，我们也安排人和几个股东接触了一下，包括村子这边村服务公司。你现在是总经理，但你现在又是国内又是国外的，估计也忙不过来。我跟你发哥就想着帮你减担子。林浩愕然，军哥，游乐园的造价可不低，据我了解，你和发哥目前不一定能抽出这么多的资金吧？说白了就是瞧不上2人，明着说2人的资本不足。林有发干笑了一声，我们有自己的渠道，资金这块倒不是很担心。哈哈，差不多到了饭点，我们先吃饭。吃饭的过程，年轻人果然担起了倒酒服务的角色，还别说，像是经过训练的一样，比自己家的服务员还专业。林浩看着他打趣道，你这晚辈不错，要不到我饭店来当个主管吧，这形象也蛮合适。哈哈，蒙林总看得起，那可是他的造化，不过这事得和他家里人商量一下。我就随口一说，来，军哥发哥，欢迎你们回来支持家乡发展，走一个。阿浩，我们也是村里人，你可得给我们这个表现的机会啊。哈哈，吃菜吃菜，这鸡是饭店的特色。
4人边吃边聊，都是见多识广的，一时之间餐桌的氛围很不错，差不多1个多小时。正餐结束，再度上茶时，林从军重启话题。阿浩，游乐园的情况，你给个意见。哈哈，我能给什么意见？我虽然是村服务公司的总经理，但村里也只占了个小股份，大头可是在本地几个老板和京城瑜伽的手上。我们都打听过了，这局嘛是你促成的，多少能左右一些他们的想法。要不，林浩的面上浮现一丝警惕，随即又恢复了笑容。要是我来表态的话，游乐园就保持现在这样吧，没必要再折腾。哈哈，来，喝茶，这次是红茶，暖胃。他的明确拒绝，好像在3人的意料之中。林从军还待在说，林有发倒是直接起身笑道：“我们也就一个想法，既然阿浩说不折腾了，那就这样吧。阿浩，给个机会，改天回请你。”好，都是同村的，大家是得多沟通。3人起身要走，林浩这个主人自然要送的，将3人送到门口。不等3人离开视线，林浩的面色就冷了下来，转身回了饭店，再度回到包厢。奶奶的，刚刚3人在，他为了展现风度，演出自己忐忑的心情，愣是连菜都吃得很少，叫服务员又上了一份饭。就这冷菜，他再次大吃了起来。没一会，陈雪推门进来，见他狼吞虎咽的样子，笑着道：“我都怀疑你每次去我家是不是都没吃饱，回家得再吃一顿。你家那小电饭锅，我要甩开吃，那点饭就够我一个人的。”他嘴里包着饭，含糊地回了一句：“刚刚看你进来时脸色不对，是不是谈得不愉快？”林浩瞅了一眼门外，用嘴型回复：“演的。”那你晚上还回去吗？回，还要找你哥谈事情。我喝了酒，车你开吧，我这口饭吃完咱就走。另一边，林从军3人来到了酒店的一个房间，这次与刚刚吃饭不同，林从军2人站着，而那个一直很谦逊的年轻人则坐着。五条军，今天你从林浩的表现中看到了什么？林从军稍弯着腰，极为巴结的道：“年轻人叫五条真三，原本就是五条家族的旁系血脉，也算是老五条的本家侄子。他这次来，一方面是调查五条合数的具体死因，其二受了家族的命令，顺便把那个宝藏找出来，然后据为己有。因为他们又找到了一本已经死去的五条合数的日记，在那本日记里透露了另一个消息，说宝藏里不仅有不计其数的古董珍宝、沉香之类，更是有多达数十吨的黄金。这一笔财富仅现在的价值，保守估计也价值数亿美刀，所以这个宝藏他们是志在必得。”五条真三回想了一番林浩今晚的表现，用较为生硬的中文道：“他是个很圆滑的人，也极为聪明，但你们提到游乐园时，他有2、3次表现出了不自然，甚至是说紧张。虽然他掩饰得很好，但逃不过我的眼睛。而且在我们离开上车时，你们坐进车里，我最后上的车，余光看到他的面色很难看。”五条军，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游乐园呢？林先生，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我答应你们的好处，只要是成就，一定会给你们的。是我唐突了，但从林浩的语气来看，他肯定是不愿意放手的。五条真三微微一笑：“这世界上就没人对钱不动心的，要是不动心，那只说明一点，钱太少了。再去找那几个人，溢价8成不行，我就1倍；1倍不行，我就2倍。”两人倒吸一口冷气，实在是搞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五条真三面上的笑容并没有消失，因为通过今晚的接触，他觉得心中的猜想又稳固了少许。只要找到宝藏，那么五条合数的死因也就明了了。恰在此时，他的手机响了，他接起听了2句，随即全身一震，挂了电话又恢复了原样。2位辛苦了，可以先回去忙你们的事了，我希望尽快有结果。五条军，就算这几人同意也没用，大头还是在京城瑜伽的手上。放心吧，瑜伽那边我自有办法。等到2人离开，他又打了个电话，没一会他下楼，刚好有辆车在门口等着。五条军，请跟我来。东西呢？在底下，我拿上来。五条看了看左右，不用，打开，我下去看。没错，这个应该是对的。看了好一会，他才猛地抬头，目光灼灼地看着许清。从哪里打捞上来的？原本我是按照您的指示，一直在您给的坐标附近作业，但并没有丝毫的收获。我突然灵机一动，上次陪您出海，您盯着那个游乐园很长时间，而且我在这边已经蛰伏这么久，对本地的一些情况有所了解，所以今天就假借放排沟，把船靠了过去，结果还真有了收获。这些距离那个游乐园大概2海里左右的地方捞上来的，请恕我的自作主张。说着便低了下头。五条伸手在他的肩头上轻拍了一下。你干得非常好，如果这次事情处理圆满，我会向家族汇报你的功劳。许清面上大喜，谢谢五条军，接下来我要怎么做？要不要再去那边视察？不用，你也不要再拖网，毕竟这是他们国家的休渔期，虽然有钓钩做掩护，
但难保在海上不会被其他渔船发现。现在我们要的是安稳，千万别打草惊蛇。许清又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宝藏放在游乐园，那里每天施工，往后还会接待游客，会不会？哈哈，他们国家有句话叫，越是看似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是个人在得到这么一大笔宝藏都不愿意上交出去的，而他们国家又不允许私人探宝，所以只能是藏起来以图往后。要是我也会建一个游乐园，把宝藏藏在那下边。这么说，真的是林浩干的？暂时还不能100%确定，但肯定与他脱不了干系。许清略一犹豫，又提出了另一个隐患。五条军，我们如此大张旗鼓的收购，林浩心中有鬼，必然有所察觉。您说他会不会提前把宝藏再度转移了？五条淡淡一笑，不大可能。如果我是他，现在那些宝藏肯定已经在游乐园的底座下边了，短时间要拿出来不容易。况且现在游乐园的情况暂时也不具备拿出来的条件。不过嘛，我们要做万全的准备。放心吧，我已经安排了人手在岛上，有什么风吹草动是逃不掉的。五条军高明，我不喜欢马屁，安心干好自己的事。这几个箱子你想办法弄回国内，让我舒服看一看。林浩没有在镇上停留，而是打了电话给陈东，让他来一趟自己家。到家后，陈雪先洗澡睡了。林浩刚洗完澡下楼，陈东便来了。吴婶，太晚了，你去睡，我这边没啥要忙的了。阿浩，要是谈得晚饿了，叫我一声就行。林浩笑着应了一句。等陈东坐下后，他这才坐下开始泡茶。见了，什么情况？仓促之间，这个局部的有点潦草，只盼着这次来的人是个棒槌了。当然，不成的话，对咱也没啥影响。今晚林从军他们带来的那个年轻人，应该是个小日本。林浩把今晚见面的情况简单的复述了一下。接下来怎么弄？他们那么想要，我就给他们。做人要懂得成人之美。陈东微微皱眉，说白了，游乐园可是村子发展旅游业的头炮项目，没有的话，村子里只是暂时给他们而已。退一万步讲，就算他们一直持股，那么我也会签订协议，所有游客必须从村子里出发，这样村子里同步的配套设施也不算白建。那你打算多少钱卖？我还得跟阿珂商量一下，具体的肯定是他和这帮人谈，我吗会成为被出卖的那一方，然后被所有人嘲笑。说到这里，他自己没忍住先笑了起来。陈东苦笑着摇摇头，你说说，赖包和林老二家因为50块大打出手，是不是真是你算计的？林浩愕然，没想到陈东会提及这个陈年往事，当即叫起撞天区。那真是意外，当时自己刚醒酒，就觉得他们骂得烦人。你说我会信不？爱信不信。接下来你要干什么？陈东不再玩笑，问及了正事。我得天天去淡水岛边上钓鱼，让人知道我担心到天天要守在那呢。阿浩，要想戏逼真，你其实可以半夜开船过去，然后假作被人撞见。林浩双眼一亮，一竖大拇指。东哥，高啊，这样更有可信度一点。我想想，明晚不行，得过2天。两人这一聊就聊到了半夜1点多。陈东走了之后，林浩也就歪在沙发上，他还得再想想，且这么晚上楼又得打扰到老婆。第二天，林浩直接订了去京城的机票。到了京城之后，与于伐科聊了半个小时，然后于伐科的公司不少人听到，两人居然对骂了起来，而且吵得很凶，气得林浩一刻没逗留，当时就打车又去了机场。接下来几天，林浩没事就去淡水岛周围钓鱼，还别说，每天的收获都相当不错，相近的几家就没缺过新鲜鱼吃。清早，林浩正在吃早饭呢，林平跟阿和两人都提着东西过来了。大哥，你这是干啥？那个跟你一起去钓鱼。林浩愣了愣，又看向阿和，后者倒是不等他问，哥，我也跟你一起。那个后天就是端午节了，想着钓点鱼家里吃。林平这话怎么都听着有点言不由衷。对了，小嫂呢？阿和瞅了一圈问道。恰在此时，陈雪出来了，手里还提着个包。大哥跟阿和来了，你们聊，我这还得去市里。你忙。林平看着出门开车离开的陈雪，突然露出一丝羡慕之色。林浩突然明白了，含笑看着大哥，你和嫂子吵架了？没，怎么可能？阿浩，等会去码头路上，要是碰到你嫂子，你记得说一声，是你叫我一起的。林浩没忍住再度笑了，哎，可怜的男人啊！他又看向阿和，对方尴尬一笑，要是碰到平平，你也这么说。他今天本来不打算去钓鱼的，但现在看来不去是不成了，两个大男人等着他做挡箭牌呢。扒完碗里的最后一口饭，他又对吴婶交代道，婶子，给我带1桶面条，再带几个鸡蛋，有青菜没？有的话也装一把。昨天卤的肉还剩点，要不一起带着？那就也带着。吴婶卤菜的手艺一绝，早先家里的卤菜都是老张家里买，自从他来了，他就自己卤了。阿和提着东西，
三人相继出门。看来还得再买条小船，否则船不够用了。上了老罗家的船，林浩嘀咕了一句：这段时间他出海，几乎用的全是老罗家的船，自家的船要给鱼排用。自从上船之后，林浩发现两人的心境好像突然放松了很多，原本为难的面上也有了笑容。大哥的情况很好理解，大嫂现在带着3个孩子，大的大小的小，就没一个省心的，所以天天的心情可想而知。大嫂没有好心情，还指望他有好脸色给大哥看吗？至于阿和的情况，现在船上太吵，他也懒得问。阿浩去哪？淡水岛今天就不去了，我们去龙虾岛那边水深点，看能不能钓点好鱼。龙虾岛比淡水岛还要近一些，那个岛他们也有许久没去了。那里有一个水坑，早先抽过一次，抓了不少的龙虾。那次周边的峭壁上还有不少的鹅颈藤壶，就是不知这次有没有了。早知道把抽水机带着了，把那个坑再抽一遍，说不准里面还有不少的龙虾呢。阿和的话提醒了林平，转了一下舵。刚离码头，我们回去讨。那个水坑有近2年没抽，里面肯定有货。林浩无所谓，这段时间他一直挺闲的。至于林从军他们在干啥，通过侧面每天几个电话差不多也了解了。听说部落会社的一个大股东一直和于家的关系不错，这次来到了京城，亲自和于伐科洽谈股份转让。而老叶他们也不像之前那么一口咬死不卖，现在改口只要于伐科卖，他们就卖，有一段时间的拉扯呢，且等着吧。昨晚我倒是给玉空地区去了一个电话，那边的情况也还行，因为设备故障，其中一台筛洗机停了3天，江兵也算是加班加点的维修了。为此，乔伊还花了2万刀，动用了一架小型的直升机给运送配件过去，不然那台筛洗机今年就得抛锚了。船回到码头，他没有动，林平跟阿和回去，用3轮车把抽水机拉了过来。到了地方，将船停在坑边，这里有一点好，因为是凹进去的，上面有天然的遮阳，所以非常的凉快。3人各自准备着自己的装备，林平用的是他从系统买的杆子，阿和用的不是，饵料用的是活虾，各自弄好，开始钓鱼。阿浩，美国那摊子你打算什么时候过去？大哥，咋的？你想跟着我一起去看看？成吗？你要不和你嫂子说一声，就说那边还要人，我过去也能帮上忙的。林浩哈哈大笑，大哥这是被摧残成啥样了？大哥，嫂子最近脾气不好。林平长长的叹了一声，我还不如开海出海呢，偶尔回来他看我辛苦，也不会说什么。这休渔期一到，我在家啥事没有，他是看我哪都不顺眼。我过段时间肯定得过去一趟，有些事我在家说不过去，你要跟着去倒也行。哥，我也去。滚一边去！你这马上结婚了，哪有刚结婚就往外跑的？哥，你也是刚结婚没多久就去了美国的。林浩腾出一只手在他的头上拍了一下。我去干正事，你去干啥？阿和烦躁的道。我都后悔要结婚了，哎，不结婚多好，我想去哪就去哪，也没人天天啰嗦。哥，你不知道，平平现在就像是着了魔一样，我只要不在村里，不到半小时，他电话准来，非要问清楚我在哪，在干啥，跟谁在一起。林浩轻哼一声，你怪谁？你自己有前科，人家不放心也是在理。见阿和一脸的生无可恋样，他又忍不住打趣道：我可还记得2年前你为看一眼平平，差点被老林打，咋的？现在看腻了？阿和也叹了口气。哥，平平怀孕了，我知道她没安全感，我绝对不会再做对不起她的事。等一下，上鱼了。说到一半，他猛地扬竿，没一会钓上来1尾1斤左右的黑鲷，将鱼扔活舱里。上饵抛竿后，他再度道：可是我一个大男人，不能干啥都向他汇报吧？哥，你说我该怎么办？其实林浩还是蛮体谅两人的，这就是他为什么要给陈雪安排个工作的原因。女人如果没有工作，全职在家，并非是好事。他扭头对大哥道：大哥，我觉得你该给嫂子找个活来做，嫂子人精明，做个小生意肯定行。对啊，她忙起来就没时间天天盯着我了。不过家里的孩子咋弄？简单，雇保姆，你丈母娘反正没事，不就给点钱的是吗？自家亲的也没啥不放心的。对，是个办法。阿浩，你说说给你嫂子做啥生意好？林平的话可把林浩问住了。他刚刚也是随口一说，给嫂子和平平做生意，既不能太忙又不能太累，最主要是不能太困人，让两人多少有点时间可以兼顾到家里。自己现在所接触的生意好像还真没有太合适的，反正这事不急，现在难过的又不是自己，慢慢想呗。没一会他也上鱼了，是一条白鲶，有个7、8斤重，也就一般般吧。不过刚换了饵下去，居然连竿又中鱼了，这次拉的稍吃力一些，等拉上来居然是一尾足有近20斤的大魔鬼鱼。这个头真不小。林平有些着急了，怎么自己不开张呢？哥，听说这肝脏很好吃，要不明天剁剁，咱几家分了得了。要吃你就拿去，我不要。魔鬼鱼怎么说呢？其实口感还不错，
软软糯糯的，有点像甲鱼的裙边，而且没有细刺，大部分骨头也是脆的。再说它的肝脏，确实大部分人都说好吃，但油脂太厚，吃起来像是那种煮得很烂的大肥肉，林浩也受不了。我也不要，阿和你要你拿去。林平显然也不喜欢那股子味，上饵在钓，这次终于轮到林平上鱼了。他拉的也蛮吃力，也不敢学林浩那样野蛮的硬拔，所以拉了好一会，鱼才浮现水面。结果一看，又是一尾魔鬼鱼，比刚刚那一尾小一些，差不多12、13斤的样子。这边鱼还没解下来，阿和也拉了一尾魔鬼鱼。不用分了，这下一人一条。阿和笑着道：不用，你全拿去。这回也是怪了，3人连续中鱼，但上的全是魔鬼鱼，大的10几斤，小的2、3斤，一会就钓了有10余尾，近100斤的样子。林浩很是嫌弃，林平倒是挺开心的，还不错，能卖个1000多块呢。阿和这回也拉这种鱼有点烦，再也没提留着自己吃了。哥，今晚我在你那吃。看到石鳗，阿和也舔了一下嘴唇。行啊，大哥，晚上在家里喝酒。林平头点得更快，这2天在家吃饭时，只要一摸酒瓶子，老婆就像是毒了满江红一样，不说怒发冲冠，但肯定是怒目而视。别说不给喝，给喝也喝不进去了。又钓了片刻，林浩依旧手感火热。反正在他看来，如果以后真破产了，就这么一根杆子就能很好的养活一家人。这回他钓了至少有30、40斤鱼，几百上千块肯定值了。差不多了，我把抽水机架上。阿和刚拉起一尾真鲷，回头看了眼，发现水坑已经显露了出来。林平也将杆子放下，起身帮忙。林浩没动，目前发现最大个的芝麻斑好像长到了近1米的长度，22斤的重量，价格在本地要贵于青斑，大概要90左右1斤。现在钓上的这一尾也就4斤多的样子，回家养着，端午节吃倒是不错。哥，快看，有狗爪螺！林浩一听，顿时起身。林平已经拿着铲子在开工了。林浩又从船上拿了一个铲子递给阿和。平台的位置很小，2人一人一边，他就帮不上忙了。哥，没多少了，我这边也就5、6斤的样子，我感觉平哥那也差不多。林浩看了一眼采下来的，干脆把面汤锅刷干净，直接倒了一点进去开煮。哥，这个好吃吗？看到他煮来吃，阿和也来了兴趣，蹲下身问道：搞得像我吃过一样，等下就知道了。没一会，林平也提着个小桶过来，把桶放下，洗了把手，抱起旁边的一大碗面条便炫了起来。阿浩，淡了。卤肉偏咸，你就着卤肉吃就行了。也就煮了几分钟，林浩就把电磁炉关了，打开盖子，发现这玩意不论是形状还是颜色，看上去跟之前都别无二致。哥，这真熟了。没事，生的都能吃，我先尝尝。不管是什么藤壶，能吃的部分都不多，头部是不能吃的，只能是茎部。茎部外表还有一层硬皮，得要把硬皮剥开。看着挺大的一个玩意，吃到嘴里的肉还不到指甲盖大小，就跟嗑瓜子。好吃吗？还行，蛮鲜甜的，也很嫩，有股子螃蟹的味道，里面有少量的海水，微微咸。确实还不错，但林浩看来，啥来自地狱的美食，还死贵的，有点言过其实了。反正花个2、300块1斤买这，他还不如买点大青蟹回去，花点功夫把肉掏出来，然后拿着勺子在那慢慢咬着吃才过瘾呢。说它鲜甜，味道有点像螃蟹和贝类互串了味。真要说这玩意贵的原因，估计就因为其稀少难以采摘，没那么好吃啊。阿和尝了一个，嘀咕了一声。林平给予的评价就2个字，还行。抓紧吃吧，吃完坑也该抽的差不多了。3人各抱着大碗，开始吸溜面条，混合着鱼汤面条，虽说有点坨了，但依旧难掩其美味。500克的一桶面全部下完，再加上1斤多的卤网、6个鸡蛋、1尾黑鲷，3人愣是全部消灭了。吃完之后，也没谁撑得动不了。哥，里面鱼不少，有鱼打花了。阿和爬到平台上看了一眼，便兴奋的道：水都被撞浑了，今天这坑抽对了。林浩没上去，他正在洗碗。这2货不管烧也不管洗，这个时候真想阿晨啊。没一会，抽水机发出滋滋的声音，阿和当先下到坑底，将水泵头往深水区挪了挪，看到已经有鱼的脊背露出来，他便开抓。怎么是红骨？本以为是鲈鱼呢，结果好不容易掐中一尾，发现是红骨鱼。林浩站在平台上挠了挠头，我刚钓了3条，也是怪了，这里怎么这么多红骨鱼？该不会这附近哪家的网箱漏了吧？林平说出了一种可能性，红骨没野生的，在这里大量的出现，似乎也只有这一种解释。阿和连抓了3尾，全是红骨，小的3、4斤，大的7、8斤的样子。要真是养殖的，那可就亏大了，因为这个已经达到了出箱售卖的规格。阿和，那边有胡须露出来，是只龙虾。林浩指着阿和的身后道：哥，不止一只，那边石缝里也有。这时水已经抽得差不多，林浩把平台上的抽水机关了，看着底下抓鱼的2人，再度挠了挠头。这个坑确实藏货，但入目就有好几尾红骨，这是搞的那一出啊。诺一会，他就把第1桶鱼给拉了上来，足有30、40斤的红骨，要都是这玩意，那这个坑也算是白抽了。好在
坑里还有不少的其他鱼，龙虾看到的就有好几只，看得他都想下去帮着抓了。阿浩，有石斑，好像是条老鼠斑。哟，那可少见，大哥抓上来，后天端午节就不缺菜了。大概10多分钟，又是一桶鱼被拉了上来，太小的鱼也不必抓了，连19公也没刻意去翻找。接下来的时间，两人主要就是找龙虾。这个坑2年前可是抓了10多斤的龙虾，这一次估计也差不到哪去，没一会就抓了7、8只。大哥，不钓了吧？我们回家。行吧，回家吧。对了，这些红骨咋弄？卖了？没啥好卖的。阿和，你回去给你丈人家、老朱和老彭家都送点，再问问你包哥和五哥家要不要。要的话，一家分个2、3条，拿回去腌着还不错。至于其他的鱼，等回去咱再分。没啥好分的，让阿和拿一点，我这边过节肯定在你那边。阿和把东西收拾了一下，便摇响了船，主动开着船调舵，开始往家开。现在也才3点多，这里离家不远，回家1个多小时就够了。开船回去的路上，林浩歪在船头，计算着自己什么时候再次出国。他在等于法科那边的信息，只要他们的谈判进入到实质的阶段，他就该滚蛋了。他如果在家，这些交易就显得有些假，毕竟他是组局者，绕开他不现实。而中间的舵位，阿和正在跟林平聊天，两人商量着该给自己老婆找一个什么样的生意来做比较合适。阿和，你说咱也开个饭店咋样？让阿浩安排人帮下忙，要不也挂香味的牌子。你看阿雪这样就挺好，其他的让外人管，他只要负责管进出账就行。阿和想了想，摇头。平哥，香味这么好，是因为我哥找到了于姐这么个能干的，咱从哪去找这样的人？要是不靠谱的，那就麻烦了，还不够烦神的。林平想想也对，哎，我这脑子能想到的都不合适，你觉得啥行？阿和苦笑，你想不到就像我能想到似的。他指了指船头，这事还得让我哥来想，他肯定知道。林平想了想，又凑到了林浩旁边。阿浩，你说你嫂子跟平平做啥合适？林浩略一沉吟，有2块，影视城再见。接下来配套的行业会非常多，餐饮就算了，那玩意对经营的要求很高，而且香味肯定要在影视城边开一个大的旗舰店，这样也会冲突。可以做住宿，也就是开宾馆，不懂得管理就加盟一个大品牌。说到这里，他突然坐了起来。大哥，还真有门好生意，不过前期投入不少。你问问嫂子，要是愿意做，我让阿雪也投一股。你具体说说，只要阿雪加入，你嫂子肯定愿意。影视城的道具这块我们本就没打算自己做，肯定是外包，特别是各个时代的服装，咱找相对应的史学家复原各朝代的服装，然后提前做好各种款式。那些大腕的肯定得定做，但那些龙套是需要服装的，到时我们可以出租，一套衣服成本几十块，我们租1天10块8块的，一次性投入，长久收益，很划算的。林浩越想越觉得靠谱，甚至是各个朝代所涉及到的鲜明道具，比如说马车、轿子，甚至是文房四宝、餐具，这些都可以提前准备好。这样不仅解决了剧组的麻烦，也能让影视城配套更齐备，更有竞争力，算是3赢。那你估计要投多少钱？保守点也得1000来万。大哥，别担心这钱赚不上来，说不准接2个大型剧组，咱本就上来了，搞得好的话，比咱的打鱼还有利呢。林平摸了摸下巴，他确实没啥生意头脑，但他相信自己的弟弟，随即点头。行，那我回去就和你嫂子说，她肯定感兴趣。对吗？要让嫂子有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整天带3个孩子，你想想换做你，会有好心情才怪呢。林平不住的点头。我回去就和她说。说罢，他又起身到了座位，显然是跟阿和商量了起来。林浩则坐在那想着，刚刚也只是灵光一闪，现在仔细一想，这事不仅要干，还得干得有声有色，干得好才行。做好了，绝对是门好生意。这世道，金钱无处不在，前提条件是你得有本钱，有发现生意的双眼。这一刻的林浩这2样都不缺。哥，到码头了。他正想着，阿和大声喊了一句。他起身发现船已经快靠边了，扭头往旁边一瞅，他突然笑了，因为他看到了老猫跟阿晨，两人也开着船刚回港。这船哪来的？等2艘船靠一起停下，林浩跳过去问道。老猫笑着道：我家边上刚好有人卖，我们几个就凑着买下来了，2万多点，挺便宜的。不错不错，比我那艘小的要新。阿浩哥，你们抽水坑去了，收获好吗？阿晨收拾好桶筐，应该是刚给鱼排送完饲料回来。还不错。对了，猫哥还有阿晨，走到我船上拿点海货，后天端午吃。不用了，我跟柱子商量，明天去放排沟，抓点鱼几家分分。老猫又问道：家里的排沟要用吗？不用，在我大哥家里，你们去拿就行。阿浩，你们是不是在西边不远处？你咋知道的？就是龙虾岛那。怪不得抓这么多红骨，离我们鱼排不远呢。怎么了？
我们边上一家是金钟村的，挺大的鱼排，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作怪，网箱破了10几个，跑了上万斤的鱼。昨天柱子去的，说是骂了一天。今天我碰到了鱼排的老板，他正在卖鱼，打算把鱼排的鱼全卖了，说是不想干了，还问我要不要鱼排，打算转给我们，价格不算高。阿浩，你说我们能要吗？从老猫面色来看，显然他是心动的，但鱼排就算再便宜，估计他们也很难玩转，几家凑凑都不定够，万一一场台风，或者像上次的那种蓝眼泪来了，估计能把家底全亏进去，所以又有点拿不准。行啊，你们要拿下的话，我先借5成的钱给你们，等以后赚钱了慢慢还。对于自家的船工，林浩说不上掏心掏肺，但他心中也有尺子，不仅要让他们有钱，还得让他们有个拿得出手的产业，先富带动后富，至少先让自己的船工富裕起来。说衷心的话，反正除了自己大哥和东哥，他最信的就这些船工了。我跟柱子和老朱他们再商量一下，确定拿的时候再说。到了家之后，林浩先把自家要的鱼虾全拿下来，放在一边的水池子里养着，剩下的让阿和骑着3轮车挨家挨户的送。吴婶，晚上把那条石满煮了，我大哥跟阿和都会过来吃饭。知道了。对了，你姑娘过节会不会回来？要是回来，可以让她一起到这过节，都是家里人，别客气就行。她离得远，我就让她别回来了。说起女儿，吴婶面上挂起了笑容。等到傍晚时分，陈雪回来了，跟她一起的还有夏蓉。我大哥呢？在家看孩子。阿浩，你哥说的那件事，你觉得真能干？夏蓉一脸的期待。林浩把他的卖号的极准，没人愿意天天在家围着孩子和聒噪转的，是个人都想证明自己，夏蓉自然也不例外。真别以为全职太太舒服，人家带一个孩子就要生要死的，夏蓉可是要带3个呀。陈雪一脸懵，刚刚车子路过大哥家门口，他本想下去看看小侄子，还没进门就被夏蓉拉着回了家，结果这回又听到这句没头没尾的话。什么事？林浩笑着道，等一下给你细说。又看向嫂子，嫂子，我觉得成，阿雪占5成，你跟萍萍各占2成5，这是你们仨一起商量着做，我们大男人就不参与了。得到肯定答复，夏蓉面上笑容更盛。那要成立个公司啥的吧，这我也没啥经验，你也别一句话把我们全支开了。嫂子，你也别急，真要搞的话，还有充足的时间准备。林浩安抚了一句，又扭头快速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陈雪。没一会，阿和带着萍萍也来了，然后3个女人就在那一阵的嘀嘀咕咕。林浩眼瞅着快吃饭了，这才提醒了一句，嫂子，我还叫了我哥晚上过来喝酒呢。别急，我们谈事，他少喝一顿不会死。只得扭头看向阿和，去把我大哥叫来，小阿明抱过来就行。阿和听完就往外跑，林浩则到厨房帮起了吴婶子的忙。原本3个男人的聚餐，现在估计得变成3家人的聚餐了。林浩再度回厅时，发现嫂子和萍萍一人拿着一个纸笔，陈雪则像个老师一样正在说着什么，3人的脸上都写满了认真。全职太太突然爆发的创业热情，那可真不是盖的。就这样的会，要是没外人打扰，估计能开一夜。他隔着不远站住，就听自己老婆道，干这个说白了就是仓储管理。首先我们要有东西把仓库塞满，然后便是货物进出的事，一出一进那就是我们的利润。国内现在就有几家影视城，我觉得我们还要去考察一下，再确保我们有竞争力，就必须在服务和定价上都有吸引力。林浩笑了笑，他还真没怎么在意过自己老婆的能力，现在来看也算是很不错了。外间林平带着3孩子来了，阿远拉着淼淼，小阿明也没睡着，眼珠滴溜溜的转着。林浩先闻了一下身上，出海回来就洗了澡，应该没问题，这才上前把小阿明抱了起来。好吗？这刚抱起就有人不乐意了，淼淼拉着他的裤腿，小叔我要抱。林平没办法，想着把小丫头抱起来，结果淼淼不要他，就要林浩抱，不得已林浩只能把豆豆交给他老子，这才抱起淼淼。小叔有水？不行，游泳池太深了，你不能玩，看鱼吧。看着3个孩子，又看了眼坐在那还在开会的老婆，林平挠了挠头，阿浩真给他们做生意啊。林浩笑了笑，男人啊，有时候就是个矛盾体。大哥，等你丈母娘来看着3个孩子，嫂子又有自己的事业忙，你不就解放了吗？林平面上一喜，似乎好日子就在眼前了。其实他并不是爱玩的性子，也非常的顾家。这段时间之所以受不了，还是因为夏蓉越来越烦躁所致，让本就有些宅的他感觉家里很不安全。没一会，吴婶通知开饭，林浩等人到了餐厅，淼淼非要和林浩坐一起。夏蓉喂完奶过来看到，没好气的来了一句，我看把你抱给你小叔得了。你们要是舍得，我没意见。林浩接话，他是真喜欢淼淼。夏蓉笑了笑，又对林平说了另一件事，你之前提议让咱娘来带孩子，要不明天我去和我娘说一声，顺便把节送了。本地有送节的习俗，就是出嫁的女儿给娘家送东西，老早以肉食为主，条件好的直接剁一只猪腿送过去，稍差一点的就割个2斤肉。现在嘛，要么烟酒茶，要么就直接给钱。林平都想流泪了，
自从夏蓉出了月子，他一直就是这么提议的，但老婆就是不肯啊。现在他居然主动提及了。明天我也没啥事，我们带着孩子一起来吃饭。大哥，走一个。林浩举杯，跟林平还有阿和碰了一下。陈雪则在招呼着平平，让她别客气。小叔，肉。林浩给淼淼夹了一块石鳗的肉，这小丫头也蛮喜欢，3两口就吃了，端着自己的小碗还要。一餐饭结束，各家散去。陈雪又说起明天自家送节的事。第二天一早，林浩从库房里拿出酒烟、茶叶之类的。虽说他戒了烟，但家里经常来客，香烟是不缺的，酒更是有半地窖。茶叶嘛，都是乾坤和老叶帮着准备的。两人经常去茶区，每次都会带回来不少，然后匀一点给他。提着东西开着车，跟陈雪来到了镇上。今天肯定是在陈家吃饭了。到的时候，收购站很忙，都是附近零散买鱼过节的。林浩下车就帮着忙，一直到近11点钟，这才稍稍的缓了些。他和陈东才有功夫坐下喝口茶。正聊着，就见陈东老婆赵玉霞一脸喜色的下了楼，在陈东耳边低语了2句，然后陈东就看向了林浩。怎么了？我妹怀上了。林浩被问的一怔，随即摇头。没，我不知道啊。而此刻陈母拉着陈雪从楼上下来。你看看你们年轻人过得有多马虎，还能不当回事？阿浩，开车现在去医院，回来再吃饭。林浩应了一声，看了眼自己老婆，后者向他挤了挤眼。还愣着干啥？开车去呀！陈母催促了一句。林浩哦了一声，这才跑出门把车打着了火。然后陈母拉着陈雪还有赵玉霞也都钻进了车里。陈东原本也想跟着，被陈母对了一句：你个大男人跟着干啥？家不要了。陈东有些委屈，咋的？林浩就不是大男人了？没有去公立医院，而是私立的，是陈东的一个朋友所开。打的电话到了之后，一切加急，所以到了很快就有了结果，确实是怀孕了，但也才1个多月。中午回到家，这下更热闹了。两人结婚已经4个月了，陈母他们就一直在催着，见陈雪肚子一直没动静，他们也着急啊。这要万一是自己女儿有点毛病，那依现在林浩的身家，2口子的小日子还不定能不能过得下去呢。现在好了，只要能生就好，就算第一胎不是男孩，大不了接着生呗，也不在乎那点罚款。回到陈家，陈父也很是高兴，甚至提议让陈母这段时间住到村子里，帮着照顾陈雪。陈雪赶忙给林浩使眼色，自己还要和嫂子发展创业大计呢。老娘要是去了，那还怎么搞？林浩倒是蛮希望丈母娘能过去的，毕竟过段时间自己还要出国待一段时间，有个人陪阿雪挺好的。见他不接招，陈雪气呼呼地瞪了他一眼，这才看向陈父。爹，家里还有五婶呢，阿浩嫂子也在边上，娘就别去了，过后再说。中午，陈父难得的多喝了2杯，陈东和林浩也喝得红光满面。楼上，陈母则抓着女儿开始叮嘱，什么现在是最不稳的时候，一切的动作要轻点，还有这段时间不能同房啥地。陈雪都有点后悔，上午来时就不该接茬。上午刚到没一会，老娘和嫂子就说及孩子的事，还问两人是不是在避孕，暂时不打算要孩子。他就说了，自己这个月的月事已经推迟半个月没来了，听说他还没去医院检查。陈母这才着急，带着他去查的。